14章节要详细介绍使用者导向设计 UCD 的使用方法与流程。下面会针对 UCD 的各个阶段一一说明。但是要强调的是 ，UCD 虽然说是 UX 的核心，可是媒体网络上所提到的 UX 大多是主 UCD， 但 UCD 并不同于 UX， 不过是 UX 的一种实现。如果只知道 UCD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如何正确且有效的实践每一个环节才是困难的地方。这也是为什么设计师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。UCD 就是在询问 5WEH， 谁是你产品的目标族群，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 ？Where， 产品会在哪里被使用？那个环境的特质是什么？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。When， 产品会在什么时候的时机被使用 ？What， 使用者想要做什么？你的产品想要让使用者做什么 ？Why， 为什么使用者需要做这件事情？为什么他们要使用你的产品 ？How， 在知悉 5W 之后，你的产品如何能帮助使用者达到他们的目标？与顾客一起进行。根据不同种类的顾客，设计也会有所不同。如果够幸运的话，你的客户会完全的投入，开心的面对所有的流程，或者私下与客户见面，一起脑力激荡。当多数人参与，代表能有更多的想法，也就是客户可以提出更多你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。也可以要求他们自行填好设计师给的表格，当作是专案的简易概要。如果是这样使用，比较你的团队跟客户的版本做对照，标出共同的项目，而那些共同的项目就值得多关注。以上是简单的介绍，接着就告诉大家有哪些方法以及如何使用。同理心地图是一个帮助团队深度了解客户并从中得到见解的工具。同理心地图包含6大区块，分别描述目标族群的各种感受。上面放想法与感觉，左边放听到了什么，右边放看到了什么，下面放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。左下方是痛苦，右下方是获得。让团队所有成员在便利贴上描述目标族群分别在6大区域之可能的行为与反应，在不同的区域上，每位团员至少各贴上一张便利贴，可以向大家提问关于公司产品的问题。这些回答、描述与讨论都可以让设计师更认识使用者，贴近他们的生活。借此，团队了解真实使用者后，才容易使用者为中心进行企划、设计与开发。使用同理心地图最重要的是，团队成员能否在了解使用者之后，提出多个假设与解决方案。同理心地图也是接着做人物志的好办法。人物志 （persona） 创造人物志之前，可以把同理心地图得到的资讯放进来，或是先做好广泛的研究，从人口统计学、教育程度、专业背景等基本知识开始，然后用深层的使用者需求、动机与余力。这是非常庞大的资料，特别是超过1个人参与的时候。User-centered design canvas 有能力处理好此混乱。现在每个栏位都填2至5个项目，可以从收集来的资讯发掘比较重要的，然后分类清楚。这个流程是在脑力激荡的时候进行，通常还可以发现更多。完成之后，就可以找出一些框架，代表出至少3种使用者的类型。每个栏位里相似的特征标上相同的颜色，好处是容易发现哪一类的使用者最常被标记出来。
帮助设计师可以清楚知道主要目标在哪里。使用者旅程 （User Journey） 这个步骤基本上是想象每个使用者如何和产品互动，要尽可能包含每一个互动以及使用情境，分成4个步骤。第一，服务接触点 （Touch Point）， 旅程中的重要关键时刻是什么？第二，时间点与旅程阶段 （Stage）， 整个旅程进行的顺序可分为哪些阶段？第三，痛点或甜蜜点，在旅程的互动有什么感到不足或是感到满足的地方？第四，情绪旅程 （Emotional Journey）， 在旅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变化？资讯架构与线框稿，在使用者旅程的范例里，确认使用者与事业目标，有助于制作线框稿，将不同栏位的关联作为策划网站的资讯架构。另外，将问题栏位与解决方案并排陈列，让设计师想出一些跟使用者期望或需求有关的设计点子。文案撰写，文字层级的影响力对使用者经验和视觉是一样的。规划沟通策略和撰写网站文案，它的长处不只是判断哪些内容可以吸引使用者，也可以选择对企业最有帮助的内容。第一，拟真原型，这个步骤的重点在于让功能、流程、画面可以实体呈现，是进入 House 的 Mockup 之前，可以先做过一次使用的测试。例如，用纸做第一拟真原型，用手动的方式模仿滑动进入购物车的情境，既方便又快速进行测试，而且可以直接拿笔做修改，辅助后制作 Mockup 的时候可以顺利进行。设计师常常会陷入自己的迷失，因为已经熟悉于各种功能，所以会觉得这样的流程很顺畅。但对使用者来说，可以看起来会觉得这是什么设计？某功能放到哪里去呢？找不到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做 Mockup 之前先解决这些问题，避免之后需要修改而反而更困扰。在平面设计里的 Mockup 指的是把设计好的图样合成到产品上，让客户可以想象设计展出或是应用在商品上的样子。在 UI 设计里的 Mockup 指的是把 Wireframe 绘制成使用者实际使用的图片，无法和使用者直接互动，是一种展示模型的方法之一。最后就是产品上市，当然产品上市后还需要不断的观察市场与检讨，作为下一次开发的参考。本单元在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的聆听。